连接起来。但是呢，这个照片呢不是简单的这么接起来的我们可能这个搞摄影的同志都知道，这个照片你不管怎么照，一张照片它的边缘肯定会变形的，中间有一小片地方它是准确的那么我们每一张照片下来，我们得把边上把它切掉，不要我们就取中间那个没有变形的那一块。所以这个量就很大了，一个墙壁我们可能是几千张照片那么要把它那些能够有可能变形的地方都不能要，就把它接起来那么这个接起来的这个功夫也是很麻烦的那么最后呢，我们是需要储存的将来呢，我们可能还会建一个这种大数据中心把它储存起来。那么我们还需要一些备份比如说到别的省一些发达的地区，我们借用这种储存的地方这样的话防止出现问题。所以我们经过这个数字化呢，它从技术上来说，它有很多技术的这种关键那么最后我们一项一项的解决这些问题，最后发展起更好的这种数字化的设施。那么我们这里头呢，其实它还有对这个壁画的这种颜色的一个测定、光线的一个测定，这个里头呢也包含很多这种具体的技术的成分其实这些技术的这个技术工作我也不是太懂，但是呢，我们看到我们的工作人员在里头调试这些光源这些像这些机器这些机器大部分都是我们东北音乐的团队呢自己来创新设计出来的因为现在你买不到这种现成的东西那不是浙江大学的吗？专门的设计那么根据洞窟的结构，根据壁画的情况从中设计出一个合适的比如说我们到这是西藏的夏鲁市它那个壁画反射光特别强，跟敦煌壁画不一样，材料不一样。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又要重新设计一套这种打光的办法那么这些很多具体的这种拼接的办法呢，也有很多我们的专家在里头根据不同的这种内容进行测定那么还有这个三维重建涉及到立体的这些问题都有很多这个因地制宜做一些工作。然后呢，最后我们在采集完了这个数据之后呢，我们做成三维重建，通过电脑上我们可以360度可以看到那么这样的一些大理石这些关键技术，我们已经解决了很多，也是很多得到了获得了国家的一些奖励的那么这些相关的包括色彩的这种误差这些调整都有很多科技的创新的内容。那么我们现在呢东北医院的数字化的团队呢，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帮助一些文物单位、兄弟单位帮他们去做这种数字技术那么像这个是应该是青海的齐盘寺，就是西藏的是西藏的夏鲁市的这个是比如市的这些壁画都是敦煌医院的团队帮他们做的那么像这样的壁画它很有特色一个呢它的结构，它的那个大殿里头比较拥挤地方比较长，另外呢它的有一些有特色的东西我们要把它呈现出来，比如说它的头这一块它的头上这是那个叫做蜜粉堆金的带有那种浮雕的性质的那么我们如何把它呈现出来，这个是需要在拍摄的时候要考虑的问题另外呢，这个作为一个洞窟的遗址如何做一个全面的展示出来，让我们做考古的人呢，他就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体系
这个对我们今天的考古研究来说呢，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这是苍马石窟的，苍马石窟，洞窟不多，非常荒凉的一个地方那么在这儿呢，有那么几个洞窟，但是非常珍贵那么它的壁画有很多独特之处那我们通过这个数字化的工作呢，把它全部记录下来，要按照它的尺寸，按照它的结构呢，彻底的把它一个完整的形式它是一个中心柱的4个面我们要完整的把它呈现出来。我们通过数字化呢，就有这样的一个优势可以让我们做考古、做研究的人呢，完完整整的看到这样一个洞窟的形态。这是最近做的一项工作。其实，在咱们国家西北地区甘肃、新疆、内蒙一带有很多这样的洞窟，就那么几个，也没人管那么很残破的。但是呢，它的壁画其实非常珍贵它可能是某一个时代的非常有代表性的东西。还有一个塑像保存下来。这是妹子山石窟，妹子山石窟呢，因为这个地方天水这个地方雨水比较多，雨水多呢，它这壁画就保不住，但是呢，依然有一部分壁画保存下来，所以这个壁画在妹子山来说非常珍贵，而且呢，这个壁画很漂亮，这是在应该是西魏时期的一个壁画，那么。总的来说，大家一看这都变黑了。其实它的细部非常精美，非常漂亮的。我们把它一放大了之后发现你看这个人物，那个线条很细很细的线条，非常漂亮这个洞窟是麦子山保存下来壁画最多的，那么现在我们正在想办法。让它这些壁画呢能够比较好的呈现出来，那么也有的美术工作者就通过这个临摹把它复原出来。那么这是妹子山石窟的另外一个洞窟，这个佛像很漂亮的，就北魏时期的，北魏时期的一个你看面带微笑的一个佛像，通过这个数字化展示出它的一个立体，还有这个小沙弥，这个麦子山最可爱的一个小沙弥的形象。那么在这个洞窟还有北魏的一款碑碑文呢？碑文。这一块碑非常珍贵，这里面有很多丰富的内容，好，我们就继续这个是永登鲁土寺的衙门，这个是明朝的一个寺庙，一个不是寺庙，是一个衙门的保存下来的壁画，这个建筑非常漂亮，这个顶上一个一个这种藻井的形式，一个一个方块，我们这么一看感觉到总的效果是非常漂亮。其实它的细部真的是很美的。我们把它细部放大了之后，比如说找一个藻井，那么你放大之后呢，那真是非常非常精美这里头它是表现了一个叫做曼陀罗的坛城，一个圆形的，中间是一个城。这个坛城呢是佛教密宗的一些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它有方位的，东西南北
它有不同的这种菩萨像，还有金刚啊，那么它像这种小型的呢，它往往是写上字嘛，它没有画出金刚的形象。这是作为整体扫描的一个大遗址扫描。那么经过这样一个扫描，它的数据啊，它的整个，我们就可以重建起这样一个完整的体系。那么莫高窟呢这样的工作呢，基本上我们已经做的差不多了。那整个大的环境加上一个洞窟的内部、外部这样的工作呢。它一个方面呢，对我们保护从全局来把握；另外一个方面呢，对我们的考古研究，它都可以提起这些数据啊，这些线条那么这个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图像可以探索它的这个壁画里面，它到底存在什么病害。所以在这个我们的保护研究方面呢，有了数字化的这些资源那是比较容易的，我们从中看出其中哪些地方有病害，我们采取哪些措施，然后呢，不同时间段的这种拍摄的这种图像呢，通过比较呢，你就会发现它的一些细微的变化。我们过去呢，我们通过肉眼看比如说你到一个洞窟你今年看的是这个样子，明年看的也差不多，再过5年你看的也差不多，看不出来。但是我们有了数字化之后呢，通过数字化那个非常精确的这些数据它只要稍微有一点点变化，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了。那么通过它这个变化，它形成的一个倾向呢，我们就要采取保护的措施了。所以数字化呢，在我们今天保护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现在要建立一些监测的体系我们将来洞窟里面如何用灯光这些都是通过数字化的这种三维的结构呢，给我们提供了比较科学的方法。那么我们做学术研究来说，不管是做考古、做美术的研究呢，我们都可以用数字化的这些资源我们大大的提升了效率。我们知道做美术临摹大家知道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初期张大千跑去临摹壁画。张大千呢临摹了很多壁画做宣传也是有很大的贡献的。但是呢，张大千也破坏了壁画他把那个纸直接蒙到那个墙上，蒙到壁画上就起稿他的稿子画的挺好的，可是呢那个墙壁又画坏了。所以我们后来有了研究所之后，我们坚决反对把这个纸蒙到墙上去画壁画。可是这样一来呢，我们这个画的线条它的准确性怎么办？这是个大问题后来我们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呢，通过幻灯片来起稿打幻灯打到纸上，我们在上面勾线但是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差别。现在好了，现在我们有最准确的数字化的，我们把数字化的这个照片把它打印出来，原档做出来，那么我们根据这个来勾线条那是相当准确的，勾下来我们临摹壁画这种准确度提高了，同时呢也不损害壁画。所以现在我们普遍的采用数字化的这些资源来勾这个壁画这样当然就提高了效率。我们做考古研究来说，我们要提起这个线条，考古的测绘图，那么现在我们就通过数字化直接就把这个线条就提出来了所以对我们考古研究来说，这确实是一个提高效率的办法。那么我们有了数字化，不仅仅是保护和研究，我们还可以让更多的观众看得更好。那么我们建立了数字展示中心，通过数字化的电影让更多的观众呢，他先看了这个数字化电影，了解了敦煌的这些最精彩的地方，了解了敦煌的文化的宗教的历史的背景之后呢，到了洞窟里头
就很容易就看懂了。所以我们建立数字展示中心之后呢，这两个电影啊特别受欢迎。现在你要到敦煌去莫高窟去参观，首先你看这两电影，然后再进入洞窟里面。那么我们有了这个数字化，我们做数字敦煌全球共享。那么我们现在呢，数字敦煌在网上公布30个洞窟，大家要感兴趣呢，上敦煌研究院的网站，你可以看到30个洞窟的全方位的360度，你用鼠标可以把每个细部都可以看到。那么我们还进一步，不仅仅是那几个代表洞窟，我们有大量的数据，你可以通过壁画彩数去检索你可以看到更多更丰富的内容。我们对外展览呢，也有了这些数字化的资源呀，展览的形式更加多样，也就更加丰富，让我们看到非常清晰的内容。那么我们的展览在世界各地国内国外的很多城市都进行展览，展览的形式就越来越丰富了。那么我们在这个2016年的国际文化博览会上呢，我们通过这个大屏幕展示这个丝绸之路和敦煌的内容。这个里面呢，就是让大家通过这样一个展示看到极其丰富的敦煌文化的内涵，也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效果。就是在好几年前做了，现在我们做出来的这种精度这种程度要比这个更好。那像这样一个洞窟的展示呢，我们通过数字化这种全方位的展示出一个洞窟的内涵。前面。所以当我们拥有了数字化之后呢，这个敦煌艺术的展览就越来越丰富。那么我们可以做成动态，让这个文化，让这些壁画活起来，让它动起来。这个是良好是文化人民，让文化人民。所以类似这样的展览呢，我们在各地呢做了不同程度的。所以我们现在的展览的形式越来越丰富，那么展览的内容呢也是根据不同的需求可以调整。大量的数字化形成之后呢，我们可以让它动起来、活起来。那么这是在美国做的这个展览，我们让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跟西方的那种天空的星图做一个比较，那么让这个外国人感受到中国传统的这种天界的这些飞天人天人的形象，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所以这类展览很多，我们就不一一介绍。
现在呢，敦煌研究院呢每年在国内国外大概有20-30次展览，那么每一个展览呢都不是完全一样的，都是根据不同的主题、不同的需求呢，我们在调整展览的内容，这样就是让观众能够体验到敦煌的极其丰富的内容，所以敦煌的这种文化的厚度那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可以说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一个宝库。我们不论是从人物、从服饰、从音乐、从建筑各个方面，我们都可以找出非常精彩的这些内容，可以展示出极其丰富的。那么我们的这个敦煌文化呢，不仅仅是作为一般的旅游展示，我们也可以用来教学。那么通过这个让这个孩子们从小了解敦煌艺术，亲手去画一画，那么通过这个数字化的办法我们把那个变化的那个线条提出来那么让孩子们在上面涂个颜色这样的话他很有意思，很有兴趣那么从小让这些孩子们他了解这个敦煌文化，了解它的魅力所在，这样培养越来越多的了解中国文化的这些孩子。那么我们在一些环境设计壁画这些装饰方面呢，也已经大量的运用敦煌文化。我们有很多这个给普通人读的书，有很多新的文创的产品，都可以通过数字化来做成像这种一个小型的装饰画还有丝巾这一类的这些文创的产品，我们就可以源源不断的推出你像中间这个书这一套书很受欢迎就是从那个通过数字化提起那个变化的那个线条，然后呢让孩子们在上面涂颜色通过跟原壁那个颜色做个比较涂起来从小就了解敦煌艺术。那么还有一些文创产品，就是我们做的一些简单的文创产品，这个方面呢我们还可以做很多工作，将来还会再继续做。那么最近呢我们更多的用在这个媒体宣传，因为有了数字化的丰富的资源，我们做媒体宣传就非常方便了。特别是前些年这个疫情期间到敦煌的人少了，大家不容易去的话，我们就让大家在家就可以看敦煌。我们通过手机推出了大量的这种丰富的有敦煌艺术的这些节目，让大家看的很多线上的展览都可以陆续的从手机上看到。现在呢，大家看敦煌研究院的这个公众号呢，里头有很多非常好玩的节目，可以在里头看到一些动漫的一些讲解一些新的节目。那么像比如说24节令碰到有关节令呢，我们都会推出相关联的有意思的这些内容通过云游敦煌的程序呢，大家可以从手机上游敦煌然后我们还设计了这个动漫的形象这个叫做敦煌仙子更加佳肴有这样一个可爱的这个小仙女领着大家去看敦煌艺术。这个节目呢还获得了国家的大奖。那么最近我们跟华为合作呢，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项目，就是通过华为的一个AI 地图的软件呢，大家到了敦煌，到了莫高窟跟前，你用这个软件，这个用手机这么一照，九色鹿就跑出来了。然后到了这个大佛殿那个跟前呢，一看呢，那个楼里头9层楼里头大佛就现出来了，这个是很好玩的。那么这一点，我们接下来放一下这个动漫很有意思。它有一个这个叫做华为 AR 地图。那么它有个导游的功能，你根据这个花瓣
你就到洞窟跟前，你要到哪个洞窟，你可以设立哪个洞窟呢，就出现它的洞窟的牌子啊。那么碰到有一些洞窟它不开放的，你可以在洞窟外头看看里头的壁画啊，所以有些壁画呢，也是在洞窟外头你就可以看到。然后对照那些佛像呢，他会给你讲解，然后这个洞窟呢，其实就是放在广场上的，你用手机一照，你从他那个门那儿就进去，各个地方看得很清楚。这个主圣路出来，你还可以跟他照相。到9层楼跟前，那个大佛就出来了，好，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